看到这个行动党的秘书长陆兆福公开表示啊，说已要求首相推进承认统考，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马华，所以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问一下，就是你们当初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们作何感想？尤其是尼克敏高调说我们近期内要见首相来讨论承认统考，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搞砸了。没有人愿意说你是英雄，过后我是狗熊。如果说由行动党高调的去见了首相，然后首相出来宣布承认统考，这个首相相信也不用干下去了，马来票你也不用拿了。当然，很多人就问你们说，什么时候要离开巫统啊？你们有最终的一个决定了吗？自从这个2022年新的政府成立以后，行动党可以和巫统坐在一起，或者行动党之前可以和回教党坐在一起做政府，你就清楚的知道，政治是没有永远的朋友的啊，就永远的利益而已。你好，欢迎收看 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接受我们拷问的是大豆张胜文。那其实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要来思考的几件事情，包括了在沙巴选举之后呢，我们看到西蒙全军覆没啊。那其实在整个马来西亚的政局，特别在西马半岛也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变化。我们看到在沙巴的选举之后呢，沙巴的选民是表达了他们对于西蒙的不满，然后透过选票。但很多人都在问说，西马半岛的华裔选民是否也有办法透过选举来表达不满？那么在下一届的大选呢，西马的城市选民是否真的像是很多的政治评论员他们所说的啊，华裔选民，西马的华裔选民是没有选择的，只能够选择在西蒙以及不出来投票之间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民主行动党之外呢，代表华人的还有马华工会啊。那马华工会是不是有机会在下一届的选举当中，或者是我们看到可能紧接着来会有几场的这个州的选举，还有沙捞越的邦的选举，是不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城市选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不一样的选择呢？今天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马华工会的总秘书大豆张胜文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大豆。你好，谢谢。大豆你怎么看？自从在沙巴选举之后，你觉得马来西亚的政局现在是不是真是非常的诡谲多变？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其实相当明显的啦，在沙巴选举之前，你其实都发现到这个华裔选民对现在的政府的满意度是不断的在下降，尤其是很多政策的出来呢，影响了尤其是商界做生意的是越来越难。当然幸亏这个电子发票 e-invoicing 又在展延多一年，要不然2026年就已经非常非常多的商家会面对很大的这个挑战。所以沙巴呢，在我们还没有飞过去之前，大概可能半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第一是本土风，第二就是不满火箭啊，我们在那边已经听到非常非常多，而且大家都支持民进党当然他们很多人讲客家话嘛，你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坐船抽船，你就知道就是不要坐火箭了啦，这是要乘船的啦。所以这个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几件不同的事情联合在一起，制造出这种非常非常不满的这种情绪。这么巧就遇到了这个沙巴的州选，当然也包括了很多贪腐的案件啊。沙巴州政府有很多这种video 出来啦，有很多指责啦但是当时的政府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回应包括 Zara 的 case 啦，这些都是累积起来的，这个是对于沙巴。我想大豆胜文，你自己也看到了说，在沙巴选举之后，西蒙很快的就反应了，包括像是陆兆福他就说他要负起全责，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民主行动党他们也表示说要跟安华一起来进行一个6个月的改革哦。那我们在这个年初的时候一开年，我们就看到首相有一些宣布嘛，那包括了像是陆兆福他们也一直在提说要来承认统考。
你自己观察，其实现在的选民对于这一系列的改革，你觉得足够吗？足以去逆转民众对于他们的看法，对于现在的这个团结政府的看法吗？当然采取行动好过不采取行动了。我想年头安华的几项宣布，毕竟还是正面的啊。谁不想要拿钱呢？是对，谁不想说，哎，这些税务减少呢？谁不想说我们那个e-invoicing暂时暂缓呢？又把我们的那个服务费从本来6% 调到8%，现在又调回6%。我觉得这个还是正面来去回应沙巴选民的这种，够不够呢？当然不够肯定不够，但不可能说一夜之间能够有太大的转变，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只是说政府必须要更清楚了解到，今天是整个其实有两个我认为两大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经济，政府一直在吹捧经济很好，我们又有多少亿的这种潜在投资又办了多少的这种国外的访问甚至很多世界的领袖都来马来西亚呢，制造出歌舞升平的这种欣欣向荣。对，但是人民真的是生活越来越难，物价高涨虽然最近这个马币起了感觉到好像是走对路了，但是这个要让它来把我们的生活费压低的话，它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要确保马币继续站稳那个就有可能会慢慢的让我们的这个入口的货品慢慢的减少。总的来说，政府必须要更快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压力，提高更好的工资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给年轻人，这一些都是人民要看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民尤其是城市选民为什么对西蒙现在的政府这么的失望？因为他们期待安华做首相的那个期望很高，结果3年过去了，除了经济这一块以外呢，当初所提出来的改革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改革，反而是多宗的这种案件不断的被拖延，或者是选择性控告。总之在这个司法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政府是做的相当的不理想。包括之前拖延了委任最高法院，搞到我们的律师工会出来示威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改革是城市选民非常在意的。是您提到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有提出这个所谓的检控分家嘛？这个也是安华他承诺说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问说，这是够不够的问题？因为其实有很多西蒙当初的一些承诺，包括了要废除恶法通讯法233，不但没有废除，我们看到那个还加强了然后定义还有法条更加的模糊等等。那另外就是关于SOSMA 等等这些恶法也没有被废除，所以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一些的改革够不够？那如果今天让马华来不管在经济层面上或者是体制的改革上，你觉得马华会怎么做呢？或者是马华能够端出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任何的这个政策的改变国家的管理先要分短期、中期、长期。短期最简单的就必须要马上和我们的国家银行和我们的内阁的负责经济这一块的所有的部长，还有这个KSU 等等的坐下来真正了解现在人民面对什么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因为你废除了 GST， 这个我说了非常多，马华也说了非常多。因为你取消了 GST 换去 SST 的话，你的收入比以前 GST 少了超过一半，所以政府就必须要填回这一半，这是非常现实的东西。你不能够又要浪漫又不要吃饭，不可能的。那钱从哪里来？就只有从税务，就只有从减少补贴。当这些都在进行的时候，人民生活马上就影响了。比如说你说那个煤气起了，电费起了后来这个油价现在说降低了，其实是变相的起了，以前是2.05块，现在去到2块半了。
当然有一些那个能够用这个麦卡的那个还有享用啊，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公司的这个费用是不能的，你用 Fleet Card 是没有，是变成了2块半，所以基本上你是把整个市场运作的费用包括我们的工厂这些费用大大提高，做生意的成本大大的提高。虽然说一些民众受到一些好处啊，但是因为生意成本提高，最后还是回到人民身上、消费者身上，所以这个就是短期、中期、长期要去处理的事情。第一就是我们认为税务一定要认真的去改革 ，SST 是填补不到国家需要的，应该要回到去 GST。第二，一些重要的补贴你还是要补贴的，你要让这个市场慢慢的接受，不能够一刀切，不能够这边又抽税，那边又减少补贴，不行的。那么还有的就是这一些我们平时都用的这种生活，比如食物是一个很重大的。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马来西亚，我们是没有 AP 的入口蔬菜。你我现在马上都可以从全世界任何国家进口蔬菜，那你一步一步的去把我们的农民，从丹珠马林啊到金马伦啊到雪兰莪这种，尤其是菜农，一步一步逼近死角啊，很多人就其实已经放弃继续的做这个菜农。那一旦马来西亚的蔬菜越来越少的话，我们必须全面的依靠进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说了很多次啊，这个农业尤其是农产品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基本，但是马来西亚看起来没有非常好的这个政策。第一，去鼓励更多的人务农；第二，去扶持更多的这个农业的发展。当这些都需要进口的话，你就感觉到，当我们的马币一跌，我们的所有的菜肉这价格马上就起了。所以中期来说，还是要有更好的本地生产，更长期的中期包括说过度的回到 GST。如果由我们来执政的话，它当然不是一夜之间马上又说回到 GST，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因为有过之前的经验嘛，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训练，让商家足够的准备，而且准备更多的资助，让商家能够去购买这种系统等等的。那么当然也可以说，算好来，我们可能不要这么快回到6%，因为你的收入增加了嘛，可能4%开始，再慢慢调整过来。我想这个经济一定要有这种过渡时期，短中长期。当然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国家的经济必须要有很明确的方向。我们看过以前的首相，你说马哈蒂尔，当他说要发展这个 ICT 的时候，那他要把我们的这个网络搞起来，就用 Fiber Optic 做了一个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这种南北大道，就基建是他发展的时候最明显的。Abdullah Badawi 他有他的经济走廊，他不要把所有的经济只放在雪龙，北马走廊怎么样，东海岸走廊怎么样，南马走廊怎么样。后来你就看到现在的伊斯坎纳柔佛区的发展起来了。他当初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把新山或者柔南当作是深圳，新加坡当作香港。当然当时很多马来人很不满意这种说法，但是这个是很明确我们要怎么样来打造。甚至是你说Najib的时代，他的那一种每一个 project 不要白项计划，所有的东西必须要有 KPI， 所以这种很明确，人民也知道，商家也知道，国外投资者也知道到底政府现在走什么方向这个对于长期发展经济很重要。确实我在访问很多学者的时候，我感受到其实大家都有共识，GST 是一个比较好的税务的制度但是现在因为面子的问题，可能它就变成一个政治的一个阻碍。所以我刚才听到您这么说的话，就是在过去很像我们比较多是在处理经济的课题，是在比较有规划性的在做一些经济的一些课题，但是现在可能政治多过于经济了。那说到政治跟经济，还有您刚才所说到的农民的这个课题雪州最近的这个猪农的议题，我想今天也是要讨论的，因为我有看到马华其实也是有发出文告，提出7项的建议那其实我想很多包括现在猪农都想问，刚刚我们在录影之前也提到了嘛，现在可能在柔佛也有猪农
无预警的就被关闭了。那其实马华有怎么样子的实际的计划可以去帮助这些猪农吗？那我想在猪农这方面呢，它也不是今天的事情啊，我们必须坦诚，上次发生那个疫情的时候啊，这个猪的瘟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慢慢一定要把养猪业，甚至是养鸡业，任何的畜牧业，一定要走向现代化。你知道养鸡它的那个鸡粪是非常臭的，而且会吸引大量的苍蝇。以前我的圣美兰州曼丁巴江那边就有那个养鸡的，我就当时也为人民发了很多声音啊，我们希望说不要再有这种鸡粪的这种味道，那么引来那么多的苍蝇，所以最终还是要走向现代化。是，但走向现代化，它其实必须要长期的去协助我们的农民，你不能够一刀切说，几月几号开始这些不符合的完全关闭掉。但政府做了什么来帮助他们很重要，因为这些农民啊，不单单是这种畜牧业的，包括很多马来西亚的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如果我没有土地，我基本上是不可能向银行借贷款，来去处理现代化或者扩张。所以一旦没有这个最基本的，然后政府没有去协助的话，只有走政策我必须要现代化，3个条件不符合的全部必须关掉。就当官很容易啊，但当官本来就应该协助底层的人民应该怎么走过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们除了给意见甚至批评以外，我觉得马华真的要从这个政策面也要陪着农民一起走，怎么来一步一步的协助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权利，但是作为曾经做过政府的，我们大概知道一些政策面应该怎么走，而且方向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希望说政府会听了，而不是因为是马华说的我们就不要听啊，就是刻意要来搞事情的。这样的态度的话，就往往我们虽然想分享也分享不到。像我觉得像很多猪农他们遇到的是资金的问题，大家都想现代化，但是它是必须要循序渐进的嘛，然后也需要钱嘛。我觉得找钱，坦白的说，我觉得身为执政党，你如果不是用自己的，不是用国库的钱，或者是不是从政府的口袋拿钱出来，其实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帮猪农找钱的， 对吗？是，绝对是。就包括其实很多商家愿意投资的，只要你政府出政策，然后牵线。对啊，而且我们有这个农业银行啊，AgroBank 本来设立就是为了帮助农民，无论他是什么农民。那如果说养猪业就不能够借到这个，我也觉得也不对啊。你不能够说，因为这个是人民，你不能够说我只处理回教相关的、非回教的，或者我不允许的、哈拉姆的我不能够借钱给你。这种想法就有点过火。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种族或者宗教的国家，你必须要有包容。所以这方面我觉得 AgroBank 本身就应该来牵线，或者政府应该牵线，让 AgroBank 来怎么样的去协助农民，有期限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走向现代化。当然我说了，很多时候为什么银行不借钱，你就没有土地。你没有土地的话，没有任何人或者银行会借钱给你。了解。好，大多我们来聊聊统考吧。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行动党的秘书长陆兆福公开表示说已要求首相推进承认统考，然后包括尼克敏他也非常高调的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马华，所以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问一下，就是你们当初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们作何感想？其实当我看到这个新闻，尤其是尼克敏高调说我们近期内要见首相来讨论承认统考，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搞砸了。没有人愿意说你是英雄，过后我是狗熊。尤其在马来西亚这种氛围、种族、宗教，这个是非常敏感的课题上。如果说由行动党高调的去见了首相，然后首相出来宣布承认统考，这个首相相信也不用干下去了，马来票你也不用拿了。所以做一个事情，无论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个手法很重要，你也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很重要。他能不能够下台，
你要让对方也能够去面对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支持者。这就是我们当年这么多年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后来被行动党或者被一些人骂为什么越协越商啦，或者太低调了，人家不懂你做了什么东西密室协商啦，对，为什么不对外宣布呢？这个就是我们多年的经验，知道有一些东西你可以高调宣布，有些东西你没有必要高调宣布，除非你就是想要拿喝彩而已，而不是真正的想要解决问题。那你可以随便讲反正人民会鼓掌就好了嘛。但事情是解决不了，我们知道。就好像当初我们在这个国盟执政的那个年代，其实家强作为唯一的一位华人部长而已，他同样拿到这个拨款，给独中，他没有宣布钱直接派到去每一个独中。我还记得当时尼克明也天天在报纸上吵说马华这些执政为什么独中没有钱没有必要这个时候来宣布。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当然有些人说这样子的话政治上很吃亏，这就是马华可能要找一个平衡点不能太高调，但也不能完全不说，让人家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了。只是说你说承认统考用这样高调的方式呢，的确是不容易很多事情其实应该要更有手法让他去推进。感觉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政治人物为了要上新闻，或者是为了要让选民认可，有一些的动作跟行为可能过激，包括像是杨美莹之前的那个庆祝论包括他们自己连陆兆福都不是很认可就是可能也都是所有的政治人物应该要来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平衡。但是说到平衡这件事情呢，我相信你们可能自己也非常想要成为华裔选民再次受到华裔选民的委托，或者是说在下一届选举，在现在的政治氛围底下，你们也希望说可以成为华裔选民的一个新的选择，对吧？但是要如何去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自己的内部的路线也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对于路线的问题，当然很多人就问你们说什么时候要离开巫统或者你们会不会离开下次要拿什么旗帜出来选举这个部分的话，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内部即使在马华里面，你们是因为我有听到你们很多的党员在讨论这件事情，你们有最终的一个决定了吗？当然现在为止呢，我们依然是在国政里面。当然并不代表永远都在国政里面。这个其实我很多年前都说过了，就是自从这个2022年新的政府成立以后，行动党可以和巫统坐在一起，那你就知道，或者行动党之前可以和回教党坐在一起做政府，你就清楚的知道，政治是没有永远的朋友的就永远的利益而已。所以马华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对于有党的这种忠诚所有国政成员党的这种忠诚再辛苦我们也没有说过要离开国政。但今天的整个政治的那个版图，甚至整个价值观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今天已经不再敢说我们一定会留在国政，或者我们一定会离开国政。但是这个讨论像你说你也听到很多，马华党内的确非常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毕竟这个事情是来决定下一届选举我们到底站在哪一个方向但是毕竟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即将到来的马六甲州选、柔佛州选，这个才会看得更清楚。到底我们未来要走的路线是怎么样？我想我们还有这2个州来给我们这个挑战。是，也就是在不久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彭亨州大臣就说跟民主行动党打交道，有的时候比跟马华更容易。我看你也是有针对这件事情发表你的看法我在猜你可能也蛮生气的你也跟他讨了一个说法，他最后有给你说法了吗？第2天不是叫他的宣传主任发了一个文告，收口去解释了。但当然那个内容也泛泛之谈我也能够理解他当初为什么这样子说话，因为回教党在抨击他，说他在和行动党合作底下没有照顾到马来人，没有照顾到回教徒。其实他的回应
你可以称赞行动党没有问题，因为你们毕竟都在行政里面，但只有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为何称赞他的时候来贬低我们，这个当然是令到我们党员非常非常不满，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我们其实在彭永州已经很久不在执政团队里面了，虽然我们当时有中选，但是也不在行政议会里面，所以可能这个州务大臣太久没有和马华共事啊，但是的确有一些事情马华是站得非常稳的啊，尤其是关系到华人的事情，吴统也知道一些事情，马华是非常非常坚决不放手的啊，包括当初的这个355法案，廖总还是站得非常稳的啊，虽然当时的那些看起来可能要让回教党来提成这个东西，最后在我们坚决的反对底下，只是草草了事，到最后国会也没有提成这个修改355。像这些事情，我就不晓得行动党在执政团队里面，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在外面是非常强硬的，进去里面当官了，我不懂会不会同样的在一些事情上站得非常稳。像马哈蒂尔给人家感觉是非常强硬的。但是跟马哈蒂尔共事过的人都知道，马哈蒂尔是很好谈的，只要你愿意跟他谈，哪里有说服他，他是很愿意同意你的事情。相反的，巴拉给人家感觉是非常随和，非常好，但巴拉是相当难谈的，只要他决定一个事情，他是很难听你的。所以同样的比喻哈，马华给人家感觉好像是很柔弱，然后不敢大声张扬，但是在内部一些事情我们是站得非常稳的。我不晓得行动党会不会在外面很硬朗，进到去里面却很容易妥协，我是不知道，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州务大臣所提的有时候和行动党打交道比马华更容易，这个部分到底是赞还是贬，我也不敢说。这句话其实我觉得选民的自己的解读可能就很有趣了，因为其实一般选民在看政党之间的互动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盟党，其实大家都希望你们在里面吵架，因为只要你们越不合，人民就越安全，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但当他们说他们很合得来的时候，对，可能选民就要有一点担心了好，除了要不要继续留在这个国政里面之外，我相信马华的整个的改革。还有过去可能你们有一些标签了有人说你们可能就是老人党啦，或者什么商人党啦等等这些我有看到，其实马华在这段时间里面的一些改变，包括你们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运用，还有你们的一些对于政治或者是政局的一些看法，年轻的一代已经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如何去吸引年轻人加入你们，这个很重要。不晓得马华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你们自己可能做对了什么还有什么样的方面你觉得还是可以再继续努力的？当然这种努力改革是永远做不完的，因为每一代新一代的人，比如说现在00后上来，我常常跟很多人开玩笑，00后他并不是年轻一代，他是完全不同的时代。所以他们的想法不是像我们，你看50、60年代的人看不起70、80年代的人，70、80年代的人看不起90年代的人，虽然看不起都好，但是他都是有一定的轨迹的。但是2000年以后出世的人他的思维想法是完全站在不同的这种维度来处理事情的。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用原来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方式，我想是完全打动不了这种00后的新时代的这一批年轻人。那么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速度，要快，要求的是效率。他根本不听你的什么原则啦，不听你的故事啦，不听你的历史啦。所以今天马华必须要让更多年轻人来领导尤其所以我们看总会长是非常重用年轻人的，在很多个州联委会主席他都是委任年轻人去领导，因为想法真的虽然说年轻人领导，这些年轻人也已经是30多40岁的年轻人，要带这一些10多岁的人，根本是那个鸿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刚才说的对的就是我们的总会长的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让更多年轻人走入社交媒体。
因为今天你没有在社交媒体里面去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出来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让党里面的想法或者你个人的想法让更多人知道。因为今天看报纸的人或者看新闻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你看现在我的孩子不可能看电视的，就算打开电视也是看 YouTube， 也不会去看什么channel， 就是 Netflix 或者 YouTube。 接下来的你看那个应该是 Grammy Award 还是什么什么颁奖典礼，要和 YouTube 合作而不是和电视台合作，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改变的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模式不应该讲太多的历史，或者讲回以前我们是怎么做的，是必须完全跳出来，到底未来应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要吸引年轻人这一块呢，单单你问我是不可能给出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那天出席了那个青年峰会，我也说了，找我们这些人来谈青年其实是不对的，应该找更年轻的人来，我们听他们说青年需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党必须要更快加速的从这个模式里面去改变。可以看到说马华现在有逐渐的在不断的年轻化，然后也是在为下一届大选在做准备了吧？肯定。我看到有新闻上说，你说至少7个议席是你们的目标，不是吗？那个是那一天受这个马来报的访问，OK， 他说接下来你们认为你们能够或者你们期待要怎么样回到来政治主流。我说我们没有好高骛远，也没有说可能一下子回到去15席、20席、30席那么的夸张。如果能够回到原来我们上次7个席位，那个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但是党是没有设下任何的目标。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赢得更多，越多就越好。只是当初一个这样的闲谈。他其实报纸里面说了很多那个 interview，但是只有这一段是被所有媒体去 pick up。OK， 是，但你会觉得说，在沙巴选举之后，你们的机会会变得更大吗？沙巴选举过后呢，我只能跟他们说了，西蒙的这一种支持也肯定是掉了。掉的意思就是呢，以前你很清楚知道90%到95%的华人是一定支持行动党。现在这个数目可能掉到没有人做过survey不知道啊。最近有个survey出来说，华人对首相的支持率掉到65%，我们算70好不好？从90多掉到70。那这个大概30%的这些人去了哪里？回到中间。他并不是马上就回到另外一边，他回到中间的意思就是，以前我们怎么去努力，这一批人已经是在西蒙底下，你是努力不来的。我们只能够找回我们，已经没有中间选民了。对华人来说，现在这一批人回到来成为中间选民，他打开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去赢得他们的支持。但同样这一批人也可能被行动党继续的赢回去。只不过他们回到了中间路线。当然如果说这些人是非常生气不会再支持火箭的话，当然我们的机会是有，但并不代表他很自然的一定就是我们支持者。这一点我们党内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多加努力的。那大东你自己呢？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吗？在下一届你会再出来竞选，还是你会做一个军师的角色？应该会竞选作为总秘书的话，如果都选择做军师，除非我已经是非常老了这个时候应该也要为党去打江山。所以我觉得尤其我希望更多年轻人多加努力。因为选举从来都不是最后1分钟去打，除非那个风像以前这样。只要风是吹你这边，你最后1分钟换人，他也是胜的，因为是投党不投人。但是我们没有投党不投人的这种优势，所以任何想要代表党出战的候选人都必须要比别人都更努力。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多张胜文来到节目当中，当然也祝福你，希望你可以在来届的大选当中旗开得胜。谢谢。也期待马华可以让新马半岛这边的华裔选民真的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好，再次谢谢您。谢谢。
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我们的讨论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的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